holiday cruise？是不是只有圣诞新年假期才有时间凑齐人数一起去旅行呢？为什么每一次安排 holiday 的旅行都有那么一点不太顺利呢？不是价钱让你觉得心疼棘手，就是搞不清楚哪一些行程值得你出手。在刚刚送走假期之后，现在的你是不是很有感触？一颗为了旅行而躁动的心，让我们在这里相遇。今天就要为2024年圣诞与2025年新年假期准备去旅行的你解开谜团。Hello， EO 来了。假期热门的航线船票当然很紧张。EO 曾经做过教大家如何订购邮轮船票知识的那一集中，非常清楚地说到，如果是你对于 Holiday Cruise 圣诞新年的船票志在必得的话，可一定要早订。但问题同时也出现了，提前很久预订船票，遇到订票后降价了，那该怎么做呢？因为必须 case by case 来分析对策，请私信给EO单独咨询，一个人少则几百，多则大几千，协助我的粉丝拿回应得的差价，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好，那么在2024到2025年度圣诞新年的 Holiday Cruise 到底有哪一些值得推荐的呢EO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圣诞新年假日邮轮系列的推荐。由于内容涵盖了南半球的澳洲、纽西兰、南美洲、中南美洲、北半球的亚洲、北美洲和欧洲，我希望把每一个的推荐亮点与适合人群尽量的讲清楚一点，怕你来不及做笔记，便把内容分为了上下两集。有 Holiday Cruise 旅行习惯的观众可一定要密切留意哦。北半球的冬天正是南半球的夏天，澳洲纽西兰海域也迎来了神仙打架的季节，各大邮轮公司都尽可能调度船只，载着北半球的乘客遨游在阳光明媚的南太平洋海域。我选出了以下这几个自己都很心仪的航线，它们风格迥异，记得做好小笔记，做出最适合你的选择。迪士尼都创建了超过100年，主题乐园也遍布了全世界的今天，居然南半球一个迪士尼主题公园都没有。南半球的孩子和迪士尼粉丝们，你们受委屈了，别急，EO推荐2个 Holiday 迪士尼邮轮给大家，在家门口或者是附近就可以轻松登船，享受一个完整的迪士尼主题邮轮假期。84000吨的 Disney Wonder 2024年的12月21日至12月24日4天3晚悉尼往返，中间停靠的是澳大利亚的 Eden。 迪士尼邮轮公司应该是EO见过的所有邮轮公司当中最少做 promotion 特价的邮轮公司了，所以通常情况下越早下手你就能买到越便宜的舱位。同样的一艘船 Disney Wonder 在2024年的12月24日至12月28日走5天4晚悉尼往返，但在这一站停靠的是 Tasmania 的 Hobart。 对于从澳大利亚出发纽西兰南北岛环游有兴趣的观众，一定要留意以下的内容了。Diamond Princess 2024年12月20日出发，15天14晚至1月3号下船，往返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同样的15天14晚 Royal Princess 2024年的12月21日登船，2025年的1月4日离船，往返澳大利亚的悉尼。你可能发现了2个行程之间如此的接近，该如何选择更适合你的行程呢？首先，出发往返的起始港口分别在悉尼和布里斯班，选择哪一个就看你想在哪个城市停留观光了。如果你希望在邮轮上的这半个月也能慰藉到你的亚洲
洲味的话， Japanese style 的 Diamond Princess 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那喜欢更大更新款邮轮的话，当然可以优先考虑 Royal Princess。 如果你想搭乘更新潮款式的邮轮，体验更有活力的互动，更多高品质食物选择的话，接下来有要给你介绍的可能就是你的菜哦。 Celebrity Age超5星级邮轮14天13晚往返悉尼，起航日期是2024年的12月20日至2025年的1月2号。享受摩登奢华的同时，行程更是有着与众不同的亮点。看似好像差不多的航线途中，其实拥有隐藏版的神秘巡游。让我们放大来仔细看看，这是著名的新西兰南岛峡湾。很明显，比起之前介绍的行程中 Floodland 国家公园巡游的点到为止，要更深入仔细得多。在遥远的冰河时代，冰川沉积万年，才能打造出如此鬼斧神工的奇迹，让你大饱眼福，与著名的挪威峡湾齐名。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住宿都存在不小的难度，不喜欢自驾游的乘客只能乘坐昂贵的小型飞机才能饱览美景。再回头看看貌似不便宜的邮轮船票，突然变得超有性价比。已有的温馨提示，此行程务必拿下阳台房。这次的假日旅行是不是变得更加有意义一点了呢？Mama, Papa, was your suitcase packed but not mine? How could you leave us kids behind? Parents are going on a cruise without us kids, and we know whose fault this is. 南太平洋上还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充满了冒险精神和创新理念的 Virgin Group， 疫情期间在邮轮行业中也插上了一脚。 Virgin Voyagers 就此成为了邮轮界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真正成年人的乐园。船票中尽可能的包括了所有让你旅行中可能分心的额外消费，没有付费餐厅，也没有账单上每天叠加的服务小费，基本的网络服务也包括了。邮轮设施在设计上也抛弃了类似图书馆这样看似必要但其实利用率不高的累赘，消费群体主要面对的是活力四射的中青年。开放、自由、无拘无束，情侣玩伴思想开放，可以放下平时世俗中的自己。如果你想安排一场节假日里的全家欢，那么家里如果有小孩或者是思想比较保守的老人，就真的不需要考虑它了。 Resilient Lady Virgin Voyager 用坚韧的女性这样一个霸气的名字来命名这一条2023年建成的111000吨的新船。2024年的12月23日在布里斯班起航，经过澳大利亚的悉尼、Eden、Tasmania 的 Burnie， 最后在12月29日到达墨尔本，总共7天6晚。如果你觉得刚刚EO的介绍正好对了你的胃口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让你真正释放自我的旅行体验。当冬日里南半球到了最佳的旅行季节时，怎么可以错过南美洲呢？就像这块土地上火辣的美女一样，迷人又危险，神秘的遥不可及。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好望角、福克兰群岛，甚至是天堂湾、大象岛。在你认识邮轮旅行之前，是不是觉得它们离你异常的遥远呢？充满异域风情的沿海大陆，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和文化宝藏，驾驭每一站的挑战与惊喜，发现与冒险都变得安全又轻松。这个 holiday 假期的旅行将成为你环游世界计划中的重彩一笔。
2017年建成的 Majestic Princess 143000吨，16天15晚。2024年的12月19日登船，至2025年的1月3日离船。这一条环南美洲航线几乎是EO可以找到的，在一定预算和时间内把南美洲玩得最透彻的线路了。邮轮从南美洲的西海岸智利的圣安东尼奥登船，一路南下，穿过好望角，绕到南美洲的东海岸，最后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下船，并且贴心地为当天赶不上飞机的乘客安排了 overnight， 第二天才需要离开邮轮，省了一晚的酒店，同时飞机航班的选择也大大增加了，适合长途跋涉前往的乘客。如果你是从来没有去过南美洲，但是又不怎么想跟陆地团去忍受舟车劳顿的辛苦，去一次的确不太容易。这个行程是EO多年从业经验中算是最多游客中意的航线了。MSC Poesia 2008年建成92000吨的船， MSC 总有办法让一个看似不轻松的旅行变得轻松一点，无论是你的荷包还是你的双腿。2024年的12月20号至28号往返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总共9天8晚，途经巴西、乌拉圭。如果你是那一类并不执着于走太多南美国家城市，并且非常幸运的住在飞往南美登船城市路途上飞机压力不太大的地方，那么EO推荐这一个航线，前提是你并不讨厌 European Style Cruise。 Norwegian Stud 2001年建成91000吨。 NCL 有时候虽然我们恨它，但是常常在同样的时间段、差不多的行程中、差不多的价位中，让我们别无选择。2024年的12月22日至次年的1月5日，总共是15天14晚，往返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行程可不是一般的南美洲邮轮航线。在南美洲各色人文气息、另类的风土文化吸引了很多人的同时，还有那么一部分人是冲着南美洲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带来的自然风光为旅行目的地的。探索地球最南端的国家公园火地峡国家公园就成了很多人梦想中的地方了。这个有着陡峭怪异的山峰、闪烁的冰川、古老的森林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在浅浅的进入南极圈的巡航中，见证了冰川山脉和未来冰山构成的原始冰冻仙境。在大象岛，这里有着一群穿着燕尾服外表的企鹅在岩石地上踱步，巨大的海象豹则悠闲地躺在海岸上，望着不速之客的到来。说到这里，请别误会，你可以在南极登岛这个邮轮航线并不具备让乘客登陆南极探险的资格。想要真正踏上南极圈的土地，真正成为地球上极少数的极地登陆者，你需要搭乘的是真正可以极地探险登陆的那一些专业的邮轮，并非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在每天匆忙的生活里，我们总是被日常的琐事所淹没，仿佛时间在城市的喧嚣中迅速的流失。然而，每当假期越来越靠近时，我们心中总有一声呼唤，邀请我们离开喧嚣，去寻找那片属于自己的宁静角落。如果你还以为这是退休之后才需要计划的事情，那么这个概念可已经过时了。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你选择了利用邮轮旅行的话，将会体会到EO常常说的那句话，原来环游世界是那么简单，并非只是退休之后才能享受的奢侈。因为旅行不仅是地理上的移动，更是对生命的深刻体悟。所以当下一次旅行机会来临时，不要犹豫，踏上旅途，让脚印延伸，让心灵飞翔。节假日的时光非常的宝贵， Holiday Cruise 的内容必须得要很精辟，下集会更加的精彩哦。也有邮轮旅行活攻略，旅行路上不再迷路，下期见哦。